蒙面财经朋友们好，今天给大家讲3部分内容啊。第一部分讲一下最新的一个新闻啊，也就是财新网的一个新闻。它报道呢，就是工人虽然复工了，但是由于海外的这个疫情扩散啊，导致这个外需迅速又熄灭了。第二个呢，从数据角度给大家讲一下中国汽车产业最近几年的状况。那第3部分呢，讲一讲这个智能手机行业的一些情况。就我为什么选择这2个行业呢？只是因为这2个行业是除了房地产以外啊比较大的2个行业，带动了就业方方面面啊，产业链也比较长，对经济的影响也比较大啊，所以我也一直比较关注这2个行业的一些数据啊。好，我们知道这个宏观经济呢，它分析是由从上而下的啊，但很多时候呢，我们必须也得通过这个观察微观经济的一些活动啊，从下而上啊，然后去观察一些有代表性的产业，来验证我们对这个宏观经济的一些判断。好了，那我们先看一下财新网的这个新闻啊。我为什么经常喜欢引用这个财新网的新闻呢？啊，说实话，说点这个别的啊，说就是这个中国客观公正的这个媒体啊，真的不多了。就是财新网在这种环境下啊，还能坚持这个新闻报道客观公正啊，而且不被删帖啊，确实也算是挺不容易了。当然，有人说这个财新网啊是有背景的媒体啊，这个我们就不去评说了。那从这次疫情的报道来看呢，这个财新网确实是走到了这个前面。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时这个报道香港病毒专家管义的一个专访。当时管义啊算是说了真话，他说这次他作为一个老兵，他自己都害怕了，而且这次疫情至少比 SARS 呢10倍起跳啊，这是当时他的原话。当时很多人看了这个管义的言论啊，都很愤怒啊，就认为是妖言惑众啊，哪有那么严重？那最后事实证明了管义是对的啊。其实换作如果其他的媒体呢，在那种环境下，他就可能根本就不敢报道。好的，言归正传。啊，我们先来看看财新最新的这则报道哈。他说这个外贸业订单骤降，2周内从招工困难变成无工可付啊。其实这边报道啊，确实点出了当前外贸行业普遍的一个困境，就是在2月下旬的时候呢，政府和企业都在担心复工的问题啊。大家都说这个能不能迅速复工啊？因为当时很多城市还没有解除封城封路啊，各地农民工也无法返程，所以等到了3月开始，尤其是3月中旬的时候啊，这个海外这个疫情发展迅速啊，突然之间这个海外的订单迅速萎缩啊，所以就没想到来了这么一个迅速的一个迅猛的转变，从一开始是复工难，最后到一个订单难啊。这个报道里面文中有一位外贸老板啊说的挺好的，他说前段时间呢是客户催着我们发货，那现在呢是客户不让我们发货，对吧？那3月呢，其实一般是历年订单的一个高峰啊。如果做外贸的朋友们应该知道，那不仅是春夏的订单会大量的放出，就秋冬的订单呢，也会在3月的时候开始预定。所以3月份的订单呢，突然萎缩，可以说是对外贸企业的打击啊，那是不言而喻的，非常大的。其实经过40年的全球化，全球经济早就已经连为一体，可以说是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吧？这个一体化了。那国内现在有媒体就是开始嘲笑说这个海外疫情失控了啊，此时就是正好是中国这个一展身手的时候，正好是中国一枝独秀的机会，对吧？这个其实是很荒唐的，对吧？因为如果海外市场都没了的话，那你世界工厂的产品又卖给谁，对吧？你内需这块你承接得了吗？啊，还不用说这些年老百姓透支消费啊，手里其实也没有多少余粮，多少钱。那外贸再说了，就是外贸行业它带动的这个就业人口也非常多，它带动的就业人口可以高达 1.8 亿人啊。所以说如果没有了外需，大家可以想象啊，可以说是世界工厂将痛失一臂。好，接下来我们讲一下第2部分，就是这个汽车产业啊，主要是给大家展示一下、分析一下汽车产业的一些数据啊，从大面上去看一看。首先大家看一下这个2月份和3月份上旬的一些数据哈，其实2月份下旬，2月是下滑了 80% 啊，非常剧烈的一个下滑，对这个产业的打击非常大。那3月份呢稍微有所恢复啊，但是依然下滑了 47%， 可以说恢复的不是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后面就要关注一下这个3月中下旬啊，3月全月的数据出来以后，看看到底能恢复个什么程度啊。但是我预计整个3月或者4月份啊，可能还是会有至少 30% 左右的下滑。其实为什么这样说呢？或者为什么这样判断呢？因为其实这个汽车产业的这个下滑，需求的下滑，它不是从最近开始的，它其实从18年的7月份就已经开始了啊。大家看一下这个数据哈，你看一下这个数据，它其实18年上半年呢还是增长的啊，18年上半年它还可以，到7月份呢突然开始就是下滑啊。其实这是有原因的，背后有很深层的原因。就如果大家了解中国的这个金融市场在这个18年下半年发生的一些变化，就知道当时18年呢有一个环境叫做去杠杆啊，去杠杆的一个环境，包括很多这个 P2P 啊，就是从7月份开始暴雷的。
所以这样呢打掉了很多这个 P2P， 打掉了很多消费信贷行业的这些机构啊，导致这个整个这个消费信贷这块的有一个巨大的这个萎缩啊，所以说7月份开始呢，对汽车行业这块就显现出来了。其实7月份开始一直到这个2019年年底啊，都是同比负增长。在19年底的时候呢，你看好不容易这个降幅开始缩小啊，这个整个以为这个产业得到了一个好转啊，但是没想到在这个2020年初的时候遇到了这个百年一遇的疫情啊，产销量这个下降的幅度又开始加大啊，好多的汽车厂商包括这个经销商啊压力都山大，那很多一线的厂商啊甚至就开始了对这个大范围的一个裁员和降薪啊。你看这个上汽，比如上汽集团啊，是中国典型的这个大型汽车产业集团，都开始了这个大面积的这种降薪啊。那你更不要说这个2、3线的厂商了啊。我估计在4、5月份的时候，如果这个汽车的销售啊还不能回暖的话，那很有可能有一些大的整车厂商可能就会面临这个破产清算的命运啊。你比如说国内的这个长安汽车，对吧？它的这个下滑也是非常非常剧烈的，可以说从18年开始下滑就比别的汽车下滑的快。那大家再看一下这张图哈，这张图的话，这整个这个显示的中国汽车需求的一个年度走势啊，非常好。其实从2000年啊，大家看从2000年一直到2018年啊，中国的汽车需求啊销量其实是翻了大概10倍都不止，对吧？14倍差不多。那其实在2000年到2008年的这个增速呢，基本是年均增速也很快，24%啊。然后在08年的4万亿的刺激下啊，09年有一个迅速的这个提升，增速51%达到啊。但是那2年，也就是在09年和10年的这个销售增速非常好，非常高。然后到了11年、12年以后又开始降下来啊，从11年然后一直到这个17年，这个增速啊就年均增速只有 6.8 降下来，然后到了18年的时候啊开始进行下滑啊，到19年你看这个下滑幅度加大啊，达到 12% 啊，就更大。所以说呢，整个这个汽车产业的这个下滑啊，其实大家看到就是已经持续很久了，其实从18年7月份一直到现在已经持续达到几个季度啊，达到6个季度啊，6个季度可以说是18个月之久了，对吧？非常非常久，所以它这次疫情对它的打击呢就是格外严重了。第三个呢，咱们再说一说这个智能手机行业啊，大家看一下这张图，这个智能手机其实1月份的下滑就比较严重了啊，就下滑达到这个 38.9% 啊，2月份呢下滑加剧，达到 66% 啊。其实你看这个图里面啊，从19年几乎每个月当时都是一个下滑，都是负增长，除了4月份啊。那其实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呢，在2月份它也下滑啊，它只不过下滑的没有中国那么多啊，它下滑了 38%。那大家看这个，其实智能手机行业啊，跟汽车行业也一样，它这个行业需求的见顶啊，不是最近，它其实之前就很早就已经这个见顶了。大家你看这个图里面，其实它是在这个17年啊，16、17年就开始饱和了，达到这个巅峰的销量啊，也就是 14.7 亿台的一个水平，之后就一路下滑啊，中国下滑的幅度呢可能还大一点。所以从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个下滑的这个过程中呢，有一个厂商对我们不得必须提一下，就是这个华为啊，华为呢最近有媒体报道说华为积压了2000万台的库存啊，就是整个行业积压了6000万台，华为一家就积压了2000万台的库存啊，整个压力也比较大。那华为高库存的原因呢，其实从19年4季度的出货量它就下滑开始了。就19年4季度华为出货量是5620万台，同比下降 7.1% 啊，就是这么多年第一次出现了季度负增长。那华为在第4季度其实就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库存压力啊，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我猜是可能确实是还受到了美国的制裁啊，种种的原因啊，还是造成了它这个销量的下滑啊。因为华为这个销售啊，在国内其实一直还是蛮畅销的，市场份额占比也比较大。就它出现了库存压力以后，我觉得这个库存压力应该主要是海外市场受到的影响比较大啊。好了，总结一下，今天我给大家讲了3部分哈。第一部分呢是讲的是海外由于这个疫情的加剧导致的这个订单萎缩啊。第二部分讲了一下这个汽车行业的产销情况啊。其实汽车行业从18年7月份就开始下滑了，疫情的这个发生啊，恶化了汽车产业的状况。然后第3部分呢，分析了这个手机行业的一些情况。手机行业呢，其实比汽车行业更早的进入这个高峰期，也更早开始下滑。18年初就开始下滑了。那看了汽车和智能手机这个2大行业以后啊，我相信大家可以感受到这种需求的下滑，其实不是从今年开始，而是早在2018年就开始了啊。疫情呢，只是加剧了这种需求的萎缩啊。好了，这就是今天啊
跟大家分享的。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欢迎支持、转发、订阅啊，我们下期再见啊，谢谢大家。